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， 还有脸书，还有 Instagram，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5年的3月3号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。欢迎大家，好久不见了 Hardwin、林子，还有裴静。好，那么希望大家记得周一、周二跟周四啊，目前是这样哦。周一、周二、周四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，欢迎佳佳，欢迎佩霞，还有迪亚斯，欢迎哦，好多同学，还有慧君。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。今天老师跑了几步，对，巴卡，好久不见哦。好。13096，好，中文要怎么说？13096，我们再看一遍哦，13096。好，欢迎蓝墨 Sicom 13096。好，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，记得帮我点赞，支持理查老师。你也可以每个月买一杯咖啡送老师喝，成为老师油管的会员。好，13096，裴静说13096，迪亚斯13096，还有谁 ？Halloween 跟林子13096。好，心中哦，这是你的中文名字啊，心中。还有 Alex， 欢迎，还有乔马欢迎。好，佩霞说今天理查老师跑了13096步，答对了。好，佳佳 Sicom 都答对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上课吧。好，今天我们学的词汇很简单哦。好，回，老师回这个词不是学过了吗？就是 return 的意思。不过在这里不是当动词，在这里我们要学当量词的 major word， 量词的用法。回，第二个词汇回国，好。Hello Jenny， 欢迎。对 return 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回当量词是什么意思。其实它就是次的意思，次，而且次其实比回更常用。回是一个听起来比较正式的量词哦。一般我们说话，我们在口语中次更常用。OK， 所以等一下的例句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都可以把回换成次这个字哦。好，就是 times for actions 动作，一般是用在动作的量词。好，我们来看例句，他问了我好几回。好，什么叫好几？就是很多很多次。你也可以说他问 ask， 他问了我好多次也可以，好多回也可以啊。这个好几你可以用好多，就是很多很多次。OK， 好多回，好几回都可以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可不可以用成次呢？这里可不可以用成次？可以。他问了我好几次。老师要告诉你们次跟回的不同，我觉得用次听起来更口语，听起来更像在说话。他问了我好几回，感觉比较正式比较正式一点。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把回当作是一个比较书面语，比较正式的一种表达。次是更口语，更常用的好 ，OK， 月莹来了，欢迎。Bryce，Hi Bryce， 欢迎 Bryce。好，大家可以去看 Bryce 的直播哦，他现在边学中文边直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。学中文如果你把你一边学中文一边直播的方式哦，会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大家也可以像 Bryce 一样，一边学中文一边直播，可能会有人想要看你学习中文的过程Hello， 你好
好多同学都来了，欢迎。好，有人问你每天几点上课？老师上课的时间是台湾时间晚上的9点。目前是周一、周二跟周四上课。Hello, another Richard 另外一个理查，你好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句子。关于回的语法点，我们看一下主语加上动词。我们有3种表达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number 数字，比如说1回、2回、3回 ，it's like one time, like once, twice, 3 times。1回、2回、3回。你也可以用好几回、好多回，其实它的意思都是 many times or several times。好几回，好多回。好，记得，比如说，老师说了好几回。I said that for so many times。老师说了好几回。我说了2回。好，其实比较正式了。我觉得回这个量词是比较正式的，一般是书面语会用到啊。我已经说了好几回，对，我们看看题目啊。对，大家去订阅吧，订阅 Bryce 的这个油管频道啊，他的油管频道叫 Bryce Learn Stuff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做题目。回好多说了，我已经就是 already 已经，你怎么又忘了 ？OK，how could you forget it again？ 又就是再一次，你怎么又忘了？好 ，OK， 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一会儿，我们说一回就好了，一会儿不会这样说话。我已经说了好几次，可以，很棒，而且好几次我觉得更常用，更口语啊。我已经说了好几回，你怎么又忘了？我已经说了好几回，你怎么又忘了？可以用遍，好几遍也可以。我已经说了好几遍，在这里回、次跟遍都可以用，它的意思都一样都一样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已经说了好几回，我已经说了好几遍，我已经说了好几次。我个人觉得遍跟次更常用更常用。回是一个比较 formal use。OK，Hello，美莲，欢迎。好，你怎么又忘了？这个可能女朋友常常跟男朋友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跟你说了好几次了，我已经告诉你好几次我的生日了，你怎么又忘了？每一次我的生日你都忘记，我已经跟你说了好几次了。这个吃完饭要洗碗，你怎么又忘了？有时候老婆常常会说这句话，对老公说这句话。好 ，OK，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。回是一在 ，OK， 说不定能成功。什么叫说不定？就是可能说不定能成功。好，成功 ，make it succeed， 说不定就是可能的意思 ，maybe，OK， 说不定能成功 ，OK， 好，这题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说了好多回，也可以说了好多回，我已经说了3回或3遍、3次都可以。好，今天月莹上老师的直播课了，太棒了好 ，OK， 好，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再试一回，说不定能成功。你再试一回，说不定能成功，也可以。好，再试一回，你说不定能成功。好，这里老师再说一次，其实我们在口语中会用次，再试一次。次是最常用的，希望大家多多使用次。回是比较正式的用法，书面语。再试一次，说不定能成功。再试一次。好。老师已经告诉你好几回了。老师已经告诉要加一个对象，老师已经告诉你好几回了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记得告诉后面我们要加一个
这个宾语加一个对象。好，老师已经告诉你好几回了，好几次了，你怎么又迟到了呢？可以加个呢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好，我们这个关于回还有第二个用法，就是我们会先说宾语。那这个很特别的用法，因为英文里面没有这样的表达。那这样的用法的目的是要强调宾语，我们要强调那个宾语。Okay, you want to emphasize the object. So you will use this structure. 宾语先说，然后再加上主语加动词，一样我们用好几回、好多回、一回、两回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题你会怎么写。回3，这部电影我看了。好，这题答案是什么？好，你们有看过泰坦尼克号，对不对？在台湾我们翻译成铁达尼号，在大陆翻译成泰坦尼克号。OK, Titanic， 非常浪漫的一部电影，很多人看了好多遍，很多人，特别是女生，特别喜欢里面的爱情故事，很浪漫，很感人。理查老师只看了一遍，我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。但是有的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，觉得哇，里面的爱情真美好。OK， 那答案是什么？这部电影我看了3回，这部电影我看了3回，我不想再看了。好，我不想再看了。OK， 我也不想再看了。这部电影看太多遍了，看太多回了，我觉得很无聊。我不想再看了。Yeah, Owen， 你看了4次了，是不是？这部电影我看了3回。那各位同学，现在我要强调 emphasize， 我要强调这部电影，所以我可以把宾语放在前面。好，这部电影我看了3回，我看了3遍，我看了3次，都可以。次跟遍比较常用，像老师常常会说我们再看一次，我们再看一遍。我不会说我们再看一回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回比较正式。去看哪吒，我们去看哪吒2。我也不想再看了，对不对？林子说我看太多遍了，我也不想再看了。我再也不想看了，我不想再看了。我不想再看了。好，我写了很多回，我还是记不得那些字。我觉得这部电影比 Twilight 是暮光之城，对不对？好像中文翻译成暮光之城。我不太确定。暮光之城是关于吸血鬼的故事吗？ Jenny 是不是关于 vampire 吸血鬼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我有一点忘记了。老师不常看电影，我不常看电影。哎呀，可惜台湾没有办法看到哪吒2。没有办法看到哪吒2。Charles 说这部电影我看了3回，这部台湾的电影我已经看了2回，但是还是觉得很好看，很感动。这个例句很好。好的，我们再来做一题。回很多，这本书我读了。OK， 读了。OK， 这题应该很简单，你们应该能够答得出来。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？蓝墨看过哪吒2，蓝墨觉得很好看，我还没有看过。但是听说很好看，而且它票房很好。我们说票房就是那个什么 box，那个叫什么？票房的英文怎么说？来，谁能告诉我票房的英文是什么 box？ Ticket box 不是 ticket box， 票房的英文我查一下。票房的英文是那个 box office， 是不是 box office 票房？
票房很好，就是很多人去看这部电影叫票房很好啊。box office 哪吒2的票房很好，就是它卖出很多票，很多人去看这部电影。这本书我读了很多回，这本书我读了很多回。好，很棒。这本书玉珠好久不见了，这本书我读了很多回。好，如果你很喜欢一本小说一本书，你看很多次，你绝对不会只看一次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本书你很喜欢，你绝对不会只看一次，你一定会看好几回，你会看好多回，你可能会看7回8回9回10回，对不对？OK， 这本书我读了很多回。好，一样，次跟遍比较常用。这本书我读了很多次，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再往下。我们今天有好多的练习都很简单。回，无数。老师，什么叫无数？就是没有办法去 count， you're unable to count。 无数就是 countless， 无数，好多好多，没有办法去计算。无数太多了我们可以说无数。什么东西是无数的呢？有时候我们会说天上的星星，天空有无数的星星，天空有无数的星星地球有无数的生命，因为太多了，没有办法算清楚没有办法算清楚。好，这首歌不是这个歌 song， OK， 我听了这首歌，我听了无数回。这首歌我听了无数回。如果你很喜欢一首歌，你会重复的去播放，你很想要听，你很享受。这首歌我重复听了好几次我们中文也可以说 repeatedly， 重复听了好几次，好几回，好几遍都可以。那有人会问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说无数遍无数次？ Yes, of course， 当然可以。这首歌我听了无数次，这首歌我听了无数遍，这首歌我听了无数回。无数回一样很正式，遍跟次最常用。好，乔马说理查老师的直播我看了无数回。真的吗？哇哦好 OK， 你们有没有很喜欢的歌曲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可能你会重复的去听好几遍，重复的播放 play 重复播放，你会 play the song， 你会播放这首歌，重复播放这首歌。好，我听了这首歌无数回。口语可以，口语是听得懂的。我听了这首歌无数回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蓝墨也可以也可以。不过这首歌我听了无数回，听起来比较地道一点，比较地道很多所以为什么老师要教你们宾语，强调宾语的这个搭配跟语法，就是这是比较地道的表达。这首歌我听了无数回，我听了这首歌无数回，听得懂，但是有点奇怪，这个是最好的句子好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，中文真的好奇怪OK， 好，来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每个月2美元，请老师喝咖啡。虽然老师现在每个礼拜直播的次数变少了，但是你们还是要支持我哟。OK， 好，这首歌我听了无数回呀。蓝墨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句子是最地道的好的，我们来看回国这个词，很简单，就是回去你自己的国家叫回国。如果你是泰国人，你说回国，那你就是回去泰国。如果你是像那个林子日本人，他说回国，那就是回去日本所以你说回国是回到自己的国家，叫回国回国。独播，我没有听过独播我没有听过独播这个词汇，可能我要看上下文
才会知道它的意思啊。我喜欢西楼儿女这首歌，我听了好几遍。回归，回归的意思有非常多通常用在比较抽象的状况里面，比如说回归正常啊，像这种特别的搭配、特别的表达里面，那老师要告诉 Benny 啊，比如说举例，COVID-19 的时候，COVID-19 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很不正常？不是正常的生活。等到 COVID-19 过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了。所以回归正常，像这样的表达是我们常用的啊，回归正常的生活 ，like go back to normal life。所以回归通常会接这类的比较特别的表达上面啊。好，归宿就不一样了啊，归宿指的是，特别是指女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男人，我找到了我的归宿。比如说 Jenny，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信、可以依靠的男人，你想跟他结婚，你想跟他过下半辈子，所以这个男人就是你的归宿，就是你信任他，你相信他，你可以跟他过一辈子的男人，就是特别指的是女人的归宿啊，这个归宿指的是男人，你可以信赖，可以跟你过下半辈子的男人是你的归宿啊。回乡就是回去你的 hometown，OK， 比如说你的 hometown 在 countryside， 那你就回乡啊，回乡啊。特别指的是你的家乡是在乡下乡村，那你就会说，哎，我要回乡啊，回乡 ，OK。好，丽丽不是丽丽，是丽莎，丽莎和不是莎哦，这个是莎。丽莎和女儿下个月回国。那如果丽莎是美国人，那她下个月要回美国。如果丽莎是这个，比如说是这个印度人，那她和她的女儿下个月要回去印度啊。所以回国就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啊。好 ，OK， 下个月 next month， 下个月。好 ，OK，OK，我们再看最后一题，哎，没有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回国比较简单哦。那这个中文很有意思哦。我们说 return to one's country， 那它的 opposite， 我们有时候要 going abroad， 这个叫什么国？出国。所以回国的反义词就是出国，这个很好记，对不对？就像英文的 going abroad， 出国。好，非常好记，把它记起来。比如我说林子明年要出国了 ，like 林子 is going abroad next year。好，出国就是离开你的国家，可能你的目的是旅行，可能你的目的是出差出国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的归宿脆脆的，我们不会这样讲。我们可以说，一般来说，他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归宿。不过林子不会啦，你的老公那么好你的老公很好，你的老公是个好归宿。我们中文会说好归宿，他是一个好归宿，他是你的好归宿。好 ，OK， 我们明天见。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 ，See you tomorrow. Good night， 晚安，明天见。拜拜！有任何问题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支持理查老师，点赞，成为我的油管会员。拜拜！坏归宿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大家留言，或者是写信到我的 email 信箱来，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，或者是发短信到我的脸书、Instagram 都可以，任何问题。好，拜拜。